被告人周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重大过错，并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本院判决原告汪明珠女士与被告人周某离婚请求成立，夫妻共同财产归原告汪明珠女士全部所有，被告周某净身出户。陆律师，你真是我的救星，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真的净身出户了。汪女士，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陆律师，这是这次的律师费30万。好。还有，这是给你的额外奖励。汪女士，我的律师费30万就够了。应该的，陆律师啊，你给我保住了几千万，这点意思不算什么。陆律师啊，你不光业务能力强，人还长得帅。陆律师啊，为了好好感谢你，今天晚上去我家，我亲自下厨，咱俩好好喝一顿。姐，别这样，我卖艺不卖身啊喂！我看就算了吧，我晚上还有其他约会。那真是太遗憾了，那就下次喽。好。差点就晚节不保了。大家晚上好。陆川又准时上线了。前排占座，我老公婚前买的房，婚后加我名，离婚怎么分啊？谢谢不想离婚的富婆送的礼物，老规矩，我们连麦咨询。喂，陆律师，能听到吗？徐先生，你又有离婚困扰吗？不是，我这不是没对象吗？陆律师，你帮那么多人打离婚官司，手上肯定有不少恢复单身的女性客户吧？是不少。那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我没听错吧？找离婚律师介绍对象，这是什么清奇的脑回路啊？病有局是吧？离婚的介绍给离婚的，主打一个精准匹配。我悟了，这哥们儿是顶级清醒哥，律师做的对象比媒婆靠谱多了。徐先生，这可不行啊！我是离婚律师，不是婚介所。再说了，私自透露客人隐私，很不守职业道德的。哎呀，陆律师，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就帮我搭个线，问一下对方的意思？就比如上次我在你律所看到过一个穿卡其色职业西装的女士，我是认真的，你就帮我问问吧，拜托了。姻缘系统启动，正在绑定宿主陆成员，绑定成功。系统？本系统旨在促成美好姻缘，宿主每成功促成一对姻缘，即可获得姻缘积分，积分可用于解决宿主遇到的任何麻烦。你能测算姻缘？是的，宿主。那你能测算一下徐艺峰和吴梦涵的姻缘概率吗？指令收到，分析完毕。目标1：徐艺峰，年入约2000万，离婚原因：前妻虚荣拜金。目标2：吴梦涵，年入超2500万，离婚原因：前夫孕期出轨。综合分析，徐艺峰与吴梦涵的姻缘概率为75%。75%，算高吗？超过50%即属于高概，建议宿主尝试促成。这可不是胡乱牵线了，而是一场有数据支持的精准匹配。只要完成任务，不就能治治那些逼我出来单干的小人了？徐先生，鉴于你10分的诚意，这样我就破例一次，负责给你接个线。但结果怎么样，那就是看吴女士自己的意愿了。喂，陆律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情吗？
喂，吴女士，打扰了。是这样的，我有一位客户徐一峰先生，您认识吗？他说曾在我的律所见过您，对您一见钟情，想让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你说的是不是当时帮我扶了一下门的那个男人？哦，对，是他。其实我觉得你们俩还挺合适的，资源差不多，不存在谁拖谁的钱。更何况我作为你们的代理律师，人品我还是很了解的，觉得还挺靠谱。可是我才刚离婚3个月，现在就相亲，是不是有点快了？吴女士，在法律意义上你已经是单身，有权重新开始。再说我们这不是相亲，只是交个朋友，不合适就算了，对你也没有任何损失。那行吧，陆律师，我相信你。明天早上10点钟在你的律所门口见面吧。好。耶，回来了！女神同意了吗？我比自己表白还紧张。徐先生，吴女士已经答应说跟您见一面，具体详细私下跟你聊。居然真的成了！我宣布，陆律师的直播间以后就是我的电子月老庙。谢谢大家的关注，我是律师，不是婚介所，大家可以在我的主页多看一下我直播的东西。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再见，拜拜。喂，陆成言，傅景行组了个同学会，就几个人，明晚8点，你来吗？同学会跟梅艳还差不多。成言啊，你得罪了圈子里惹不起的人，自己辞职吧。当初在背后捅我一刀，害我被顶级律所开除，逼得我只能单干。傅景行，你这次又想玩什么花样？怎么样，去不去啊？去。傅景行可是咱们同学里面混得最好的红圈所的律师啊，而且他老丈人腾达律师所的主任冯修文大律师一步登天呀。这不就是风水轮流转吗？有些人呐，当年可是学生会会长，叱咤风云，现在不也只能开个人律所，处理那些鸡毛蒜皮的离婚官司？哟，这不是咱们当年的陆大会长吗？陆成言，好久不见啊！你的小律所发展的怎么样了呀？还行吧。还行吧。还行是多少？一个月能有2、3万吗？够付你那小破工作室的房租吗？你就别问了，问了伤他自尊心。咱们在红圈所年终奖都比他挣得多。一年赚个100来万吧。什么？100来万？现在离婚官司这么挣钱吗？吹牛吧你！就你那破工作室！我自从业以来，所打的离婚官司从未败诉，我靠自己胜诉赚钱，有什么不对吗？离婚官司大都是庭前和解，算不上什么真本事的。据我所知，傅大律师所在的红圈所一年接手不少的案子，能做到堂前调解就有体现。好了好了，坐，我们不聊工作，我们聊点开心的。段婷，你也是，放着律所大好前程不干，跑去当记者。还是咱们傅律师厉害 ，IPO 项目一个接一个，以后可要带带我们呀，傅哥。我今天有事，先走了。你们看，陆成言上热搜了。什么？你瞎嚷什么？他一个做离婚官司的，怎么可能上热搜？怎么回事？为了赚钱，脸都不要了，好好的律师不当，去当媒婆，咱们律师的脸都让他丢尽了。这要是牵线成功，一个红包顶我们干半年了，他粉丝也都破100万了。这个流量要是利用起来，年入1000万不是梦啊！时候不早了，今晚就到这儿了，绝不能让陆成言一直这么火下去。
必须想个办法把他拉下来。老公，你回来啦？今天怎么了？脸色这么差？今天同学会遇到陆成言了。他还有脸去？上学的时候，他仗着成绩好，处处针对我，没少给我使绊子。我只是没想到，这种没底线的人，怎么会混得这么风生水起？他也太不是东西了，他能混成什么样？我爸不是打过招呼了吗？海州的精品锁和规模锁都不能用他的。一个正经律师跑过去当网红，还真认媒婆，真是把我们律师行业的脸都丢尽了。谁说不是？咱们辛辛苦苦这么久，才有了现在的一切。他呢，就靠一张脸吗？不行，不能让他这么得意。这样，明天我去联系我爸，让他去找行业协会，就说他利用网络进行不当宣传，涉嫌违规营销，让协会吊销他的律师证。这样会不会太麻烦岳父了？哎呀，老公，我们可是一家人，何况整治这种行业乱象，我爸出面理所应当。这件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你就等着看结果吧。陆成言，这一次我让你身败名裂。恭喜宿主成功促成一桩良缘，奖励姻缘积分75分。这么简单，只见了一面就加分啊？程岩啊，昨天怎么提前走了？陆大律师现在火了，是不是看不上我们了？明天有空吗？我做兜，给你庆祝一下。事出反常必有妖。陆律师，我刚离婚，可以给我介绍个靠谱的对象吗？陆帅，求介绍，本人女，32岁，有房有车。啊，我，给我老公也介绍一个吧，祝他跟小三百年好合，赶紧给我离。原来如此。老板，你可算来了，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全都是来预约咨询的。先登记，不要轻易许诺。不好了，老板，有人在网上公然诋毁你。不是街头巷尾的媒婆。最近我们律师圈啊，出了一个名人，一个离婚律师不好好钻研业务，反而去撮合姻缘，搞一些哗众取宠的噱头。我们律师是维护法律尊严的专业人士，不是街头巷尾的媒婆。他这种行为不仅拉低了我们整个行业的格调，更丢尽了我们行业的脸。我在此呼吁这位陆律师，最好能有点自知之明。一个网红律师跟我斗，典型的红眼病罢了。喂，什么？要取消预约？好的，我明白了。老板，刚刚预约的张女士取消了咨询，她说腾达律所的合同已经签了，给了她更优惠的方案。腾达律所？喂，你好，取消预约？啊。喂，陆律师，感觉怎么样啊？我劝你识相点，因为你的律所撑不过3个月。现在怎么办？客户被抢，网上还有人煽动行业封杀我们。不用慌，傅景行、曹聪豪，很好。系统，我要用积分查曹聪豪。
已扣除20积分。目标：曹聪豪。关联案件：3年前宏发贸易合同诈骗案。关键线索：曹聪豪在该案中涉嫌隐瞒关键证据，误导法官，导致其当事人败诉，蒙受巨大损失。误导法官，这可是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是呀。啊，帮我查一个3年前的案子，宏发贸易合同诈骗案，把所有卷宗，尤其是庭审报告全部调出来，立刻，马上。好的，老板。陆律师，你说的是真的？当年我输掉官司，是因为曹聪豪隐瞒了证据。王先生，这是我找到的对方公司内部的邮件往来，里面可以证明他们一开始就在设局骗你，而这份证据，曹聪豪当年拿到了，却没有提交给法庭。这个天杀的曹聪豪，我当时付了他上百万的律师费，他就是这么对我的。王先生，如果你信得过我，我可以帮你提起申诉，推翻当年的判决，并且追究曹聪豪的法律责任。陆律师，只要你能让我翻案，我什么都听你的。段记者，这里是腾达律所曹聪豪律师，在3年前一桩案件中涉嫌隐瞒证据和伪造材料，严重违反律师职业道德的所有证据。程岩，你能确保这些证据都属实吗？这可是能彻底毁掉一个律师职业生涯的重磅炸弹。这里面每一份证据都经得起检验，我以我的职业声誉作为担保。好，感谢你提供的线索，我们媒体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行业败类。给我们3天时间，我们会发布一个深度调查报告。好。都看到了吧？这陆承言呐，现在就是个缩头乌龟。我说了，他的律所呀，撑不过3个月。你们也加把劲儿，把他的客户都给我挖过来。海州离婚律师第1人的位置是属于我的。陆律，我们真的什么都不做吗？再这样下去，我们的名声就全毁了。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可是，是呀，你要记住，作为律师，我们的武器不是口水，而是法律和证据。让暴风雨来得再猛烈些吧。曹聪豪，你最近是不是有点太高调？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对我们律所的声誉影响很不好。您放心，这个呀，就是场舆论战。等那个陆承言倒了，那些客户啊，自然会回到我的手里边。现在啊，正是痛打落水狗的最好时机。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尽快把这件事平息下去。我不希望在律所的财报上看到因为你而导致的资金流失。行，您就等着看好戏吧。老公，我就说吧，对付陆承言这种人，就得釜底抽薪。行业的追击，加上曹聪豪的正面攻击，他死定了。没错，老婆，真是我的贤内助。等他破产了，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脸面出现在我面前。稿子已经终审通过，明早9点全网发布。曹聪豪、傅景行，游戏该结束了。你这招前后夹击啊，够狠！陆承言现在指定忙得焦头烂额，一个律师跑去给人牵线搭桥当月老，简直是不务正业。既然他这么喜欢管闲事儿，我就顺带再帮他一，让他呀彻底没时间分心。还是曹哥在行业内影响力大，号召力强，这招一出，陆承言必败无疑。腾达律所借着这股势头，肯定能再创辉煌。
曹哥，你快看手机，出大事了！惊天丑闻，知名律所律师被曝伪造证据，坑害当事人千万家产。曹律师，我是恒宇集团法务部张总监，看到网上的丑闻了，鉴于你个人的职业操守问题，我们决定立刻终止所有合作。后期的合同解约函会尽快发给你们，我们绝不会再和市县之人合作。喂，曹松豪，我真是瞎了眼才信你。之前我推荐了多少朋友找你办案，现在他们都来质问我，你让我颜面尽失。不，我跟你的委托合同即刻作废，你赶紧把我之前交的律师费退回来，别逼我走法律途径起诉你欺诈。不是。曹律啊，你这事儿闹得也太大了。我们之前合作介绍的几个案子，客户全要求撤案了，以后咱们也别再往来了，免得被你连累，自求多福吧。曹东豪，你被开除了。废物！当初是你哭着喊着求我，让我动用资源在行业里封杀陆成言。现在呢，你给我搞出这么个天大的烂摊子！别叫我爸！心胸狭小，嫉贤妒能，靠我女儿上位，现在差点把我的名声都给毁了。我宣布，从今天起，你不再是腾达的资深律师，降为普通律师。还有，明天立刻给我从独立办公室搬出去。是。陆成言，凭什么？一个靠媒婆上位的家伙，凭什么毁了我的一切？喂，今天先这样吧，下班吧。哦，对了，诗雅，你的律师证下来了吗？上周刚拿到。可以，那你就不用再做助理了，明天持证上岗，今后自己接案子。陆律，这是真的吗？对啊，现在律所刚好缺人，你又有能力，我相信你。谢谢陆律，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这个陆成言必须搞掉，再让他这么搅和下去，咱们汤都没得喝，只能喝西北风了。各位，我的想法是双管齐下。第一，他不是号称离婚官司100%胜率吗？那我们就让他输。以后只要是陆成言接的案子，我们就派出所里最顶级的律师去接对方的委托，哪怕是律师费打1折，就算是倒贴钱，我们也要跟他死磕到底。我要让这个常胜律师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把他的名声彻底搞臭。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我们必须断他的客源。他那个离婚续费找对象的业务是吸引客源的根本，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他的业务做不下去。陆律师，我刚收到消息，明天就要开庭了，而且那个女人居然请了利通律所的赵德柱，现在怎么办？我们能赢吗？赵德柱，我的前上司。哼，看来这群人终于坐不住了。放心吧，杨先生，只管金融案的大律师很少碰离婚官司，他不懂这里面的门道。更何况你又不是过错方，就算他临时换个律师，也没有什么作用，翻不了。好。哟，陆成言，3年不见，出息了啊！都学会靠做媒拉客户了，这可比当年给我做助理的时候有前途多了。好久不见啊，赵律师，
行业无高低，能帮顾客解决问题那就是好律师。不像有些人靠打压后辈、抢夺别人的功劳，往上爬要强得多。哼，伶牙俐齿，希望等会在法庭上，你的专业水平也有你的嘴皮子一半厉害。哼，走吧。审判长，各位审判员，鉴于双方感情现已破裂，无任何挽回可能，我方郑重提出本案核心诉求：原告杨泽水先生和被告马玉荣女士解除婚约。审判长，我反对。据我所知，原告提出离婚诉讼之后，二人依旧相处。原告杨泽水先生还经常为我的当事人和孩子准备一日三餐。如果不是因为爱，又怎会如此？我那是心疼孩子。他一个做妈的，天天就知道打扮，孩子饿得哇哇叫，他管过吗？啊！原告保持肃静。我方当事人为被告做饭，是因为其乐于助人的性格使然，这一点我可以出具其朋友证词，而且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记录也可以作为证据。那洗衣晾晒呢？一个男人怎么可能为一个女人做到如此地步？这是因为我的当事人具有轻微洁癖，我们走访了数十位街坊，他们也可以对此作为证据。审判长，我申请当庭播放一段视频。爸爸妈妈，我要玩那个旋转木马，你们陪我去嘛？陆律师，这又作何解释？老公，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是太爱你了，太怕失去你了。审判长，你也看到了，原告和被告之间显然有着很深的夫妻感情，我恳请法庭给予他们机会，转为调解处理。我反对，被告正在强装深情，拖延时间。审判长，我方需要跟当事人进行沟通，申请休庭。同意休庭，下午2点继续开庭。陆律师，现在到底怎么办？我死都不调解，我今天就要跟他离婚。杨先生，我最后再向您确认一遍，您对马玉荣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了？没有，一丁点都没有。自从她嫁过来，她对孩子不闻不问，对我更是冷若冰霜。我辛辛苦苦在外面赚的钱给她打理，转头就不翼而飞。要不是我抓不到她的把柄，我早就告她骗婚了。现在让我看到她那张虚伪的脸，我就觉得恶心。好，这样，那我的律师费在原有的基础上翻3倍。翻3倍？别说3倍，只要今天我能跟他离婚，5倍都可以。行，放心吧，杨先生，这钱你花得值。我不仅让你这婚离得漂漂亮亮，还会让马玉荣净身出户，赔偿你所有损失。好，失陪一下。系统，我需要这场官司的绝杀线索。查询到相关因果线索，获取将消耗30点因缘积分，是否确认兑换？兑换。线索已提供，被告马玉荣名下存在一处未申报的房产，位于锦绣江南小区2单元3栋8号，属于典型的隐藏夫妻共同财产行为。行，陆律师，一个人在想办法，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赶紧劝你的当事人接受调解，这样对大家都省心。对，赵律师说的对，但究竟是谁接受现实，恐怕还不好说吧。下午的庭审自然会见分晓。装模作样罢了。放心，这场官司我稳赢。休庭期间，原被告双方是否达成新的协商结果？
报告审判长，我方坚持原有诉讼，准许双方离婚，并且被告马玉荣需要净身出户，赔偿我方当事人所有损失。审判长，我反对，原告的诉求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我的当事人马玉荣与杨泽水先生婚后相伴4年，夫妻感情深厚，恳请法庭驳回原告无理诉求。既然对方律师坚称夫妻感情深厚，那我方提交一份核心证据来还原事情真相。这份是4年前马女士的孕检报告，报告显示称，其在与我方当事人缔结婚姻前就已经怀孕了。孩子竟然不是我的！肃静，肃静！该死，竟然隐瞒了事实。马女士对此刻意隐瞒，直至结婚3个月后才不经意透露，诱导杨先生承担父亲与丈夫的职责。请问马女士，这难道不是以欺骗手段缔结婚约的骗婚行为吗？审判长，即便婚前存在隐瞒，4年的朝夕相伴也早已建立稳固的夫妻感情，不能仅凭这一点过错就否定了全部婚姻，更不能以此为由要求净身出户。稳固感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感情在金钱与私心面前究竟是什么样子。审判长，我方将提供第2份证据。据我方调查，马玉荣女士曾在婚姻存续期间，以家庭开支、亲友周转资金等理由，向我方当事人杨先生共计索取款项213万元整。更有甚者，马女士于2年前擅自将夫妻共同出资购买的一处房产私自转移至其母亲名下，这难道不是私自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吗？这份房产转移记录和银行流水均可佐证。这房产变更只是暂时挂靠，款项也是我当事人借给朋友应急，并非转移财产。是的，我只是还没来得及跟泽水说。放屁！213万，还有一套房子，这么大的事情，你敢说只是临时周转？你到底把我的钱给谁了？原告注意情绪，保持法庭秩序。既然被告方坚称钱款是借给朋友，那我方有请第3位证人冯哲兴先生出庭，来还原钱款真正的去处。冯哲兴，完了。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下面由我向法庭证实，我与马玉荣女士并不熟悉，我认识的是她的前男友于立俊。4年前，他向我借款300万元，事后刻意避债，下落不明。是马玉荣女士主动作为担保人，并承诺还债。3年内，他分多次向我转账150万元整。我把我这辈子的积蓄都交给你了，你竟然拿了我的钱，给你的前男友钱哭了！注意情绪，证人离场。审判长，结合孕检报告、房产转移报告、证人证词以及银行流水，可以证明马玉荣女士存在骗婚行为、恶意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对我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失。故我方恳请法庭支持原诉求，判决马玉荣女士净身出户，并且赔偿我方当事人全部损失。准予原告杨泽水与被告马玉荣离婚。2、被告马玉荣存在骗婚及恶意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原告杨泽水所有，被告马玉荣净身出户，且赔偿原告杨泽水经济损失人民币213万。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不，我不服！赵律师，你不是金牌律师吗？你不是保证能赢吗？你给我解释清楚！马女士，是你在委托前隐瞒事实，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我建议好好看看民法典，法官判你净身出户，已经是手下留情了。赵律这么着急走，是因为被后浪拍在沙滩上的滋味不好受吧？
恭喜宿主斩断孽缘，获得姻缘积分50点。老板，来了位大客户赵雅慧女士，身家过亿，她想咨询咱们律所的特殊服务，找个门当户对、靠谱的伴侣。系统开始匹配。推荐人选：蔡泽新，35岁，装修公司老板，资产近2亿，姻缘匹配概率79%。老板，这个蔡先生比赵姐小了3岁，这能成吗？你呀，这都是老观念想法。我用独家算法测算过，他们是天生的灵魂伴侣。去吧，办成了红包给你，如果办不成，我个人给你报1万块钱辛苦费。好的，老板，保证完成任务。赵姐，我们老板为您亲自筛选了一位非常优秀的男士，做装修的，身家近2亿，就是年纪比您小3岁。做装修的，那太巧了，我正好想找个靠谱的公司合作，约，必须约。蔡先生，喂，我们老板为您筛选了一位非常合适的女士，室内设计师，身价跟您不相上下。可以啊，还是同行。她多大年纪啊？赵女士今年38岁。多少？38岁？李律师，你没开玩笑吧？蔡先生，这真的是我们陆律用核心算法帮您物色的最佳人选，机会难得。陆律的面子我给，但也不能太离谱吧？这毕竟是陆律亲自拍板的，您要是连面都不见，以后我们律所也不好再帮您优先安排了。行，我认了，就当给陆律一个面子。那明天上午9点，律所见。总算搞定他，就他那态度，明天恐怕又有一场硬仗要打。蔡先生，早上好。陆律您早，您那什么大数据真靠谱吗？我这心里7上8下的没底。蔡总，你信我一次，就当是见一个能帮你事业更上一层楼的新朋友。陆律师，早上好。早上好。初次见面，我是赵雅慧，你今天的相亲对象。哦，我们不是初次见面。13年前，在深城的一场国际设计沙龙，您是分享嘉宾。当时我就问您，如果设计的功能性和美观性相冲突，您会选择哪一个？您说，再美观的设计，最后也会归于平淡，但功能性的便利却能长久提升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原来是你。说起来，13年前那场国际设计沙龙，你当时坐在第3排，提问的时候啊，脸都红了，我现在都有印象。您说的案例，后来我都找了录像反复观看，直接影响了我对家居行业的判断。当时我就在想，能把设计讲得这么通透的人，一定不一般。赵总，不知道你是否有空，我想请您吃个饭，咱们边吃边聊。好啊。陆律，这也太神奇了吧？你怎么知道他们俩能聊得这么投缘？我还以为红包要没了呢。客户的需求从来都不止表面的对接人选，而是背后的资源互补与情感价值。你要学的还多着呢。陆律师，能否赏脸一块吃个便饭？刚好我跟赵总都有些法务上的需求，需要与您洽谈。两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中午律所事多，我就不去了。工作上的事，我会派人专门跟你们对接。行。陆程也能做，我也能做。我也私下帮客户介绍对象，也收红包。什么大数据都是噱头，我用 Excel 就能搞定，不能就这么认了。喂，老婆，帮我建个客户群，私下操作，我们去抢陆程言的客户，让他无钱可赚。哼，学陆程言，靠拉皮条混饭吃，你丢不丢腾达精英的脸？
你想为了眼前这点蝇头小利，用自己的职业生涯去赌一个注定会失败的模式吗？顾虑，跟我去办公室。曹宗豪已经被开了，留着你是看在你岳父的面子上，你安分点，别再挑事。安分？金律，你看看年底分红预估报表已经赤字了，预计分红少了几百万。现在不是我们要动手，是陆承言步步紧逼，根本不给留活路。我要去找我岳父商量一下。景行啊，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但承言律所已成气候，不要再继续针对陆承言了，好好做咱们自己的事儿，免得引火烧身。啊，不是我非要揪着他不放，你打开手机好好看看热搜，全网都在传赵德柱败诉的事，就连跟咱们合作的3大律所口碑也是一落千丈，不少客户私下都在打听，甚至有退单的意向。还有这事儿？陆承言当初被咱们赶出律所，他性子向来记仇又执拗，如今他打赢了官司，风头正盛，心里肯定记恨着咱们当初对他的赶尽杀绝。他现在春风得意，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我还打听到曹聪豪的事就是他搞的鬼，咱们如果现在停手，就是坐以待毙，等他缓过劲儿来，第一个收拾的就是咱们啊。你说的这些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这事牵扯很广，风险很大。哎，这样吧，你让我再考虑一下。方叔叔，救我！我朋友马玉荣已经被他们搞成破产，变成老赖了。金世成是我们海州最好的离婚律师，你慌什么？可我二审的案子也是陆承言，我怕他也给我搞破产。你赶紧找你女婿的律师朋友帮我想想办法，要不我们和解吧，钱我多分他一点，我真的不想死。闭嘴！我封修文的人现在还没开庭就认输，我的脸往哪放？说说你的想法吧。是。金律，您真的要谨慎啊，跟他庭审不好硬碰硬，保险起见，还是不上庭的好。至于怕成这样吗，赵律？要不你给他拨个电话，让我听听他到底有多威风。喂，陆承言，我是金世成，我认为我们可以庭前和解。抱歉啊，我的委托人和我都不这么认为，我们不会改变计划。陆律师，诉讼从无定式，若是因为某些意外栽了跟头，败诉收场，恐怕你好不容易在海州建立起来的招牌也会砸了吧？金律师，你是在教我做事，你要是真判了终止代理的话，我也不介意。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正忙，请稍后再拨。岂有此理 ！Hello， 大家晚上好。来了，终于等到陆晨开播了。50万人看直播，比一线明星还夸张。首先给大家澄清一点，我们是离婚律师，是民事案件，不会让对方承担刑事责任，比如进监狱。陆律师，我给你1个亿，能帮我把我老公送进去吗？我看到了什么？1个亿！前面的姐妹是真的吗？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1个亿别说送进去了，直接送走我都行啊！首先还是要说明一下的，法律上没有净身出户这个定义，也不是所有的出轨都可以让对方1分钱都拿不到。陆承言，我就是来问问你，是不是双标啊？啊？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哼，我问你，你的承言律所是不是只接离婚官司？不，我们也接经济类跟纠纷类的案子。既然如此，你凭什么只给你的离婚客户安排相亲？我们这些打经济纠纷官司的客户就不配拥有爱情吗？
手一视同仁，律所背书的相亲，听着就高大上。不是我不愿意介绍，是这风险太大了。你说，万一介绍个家暴男捞女，我怎么承担责任？这有什么难的？加钱呀，在律师费之外，再加一笔背景调查费。对呀，陆神，我们不差钱，我们差的是靠谱的对象。赶紧招人呐！把海州市最牛的律师都挖过来。好，行，我去，我回头就去红圈所跟规模所给大家挖掘人才，可以吧？你们也看到了，他挖人挖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不能这么坐以待毙。我提议，所有海城顶尖律所联合起来，统一战线。这个陆承言吃相确实难看，我们已经足够退让了。景星，你有什么对策？我建议涨工资，普通律师基本工资涨15000，绩效翻3倍。我要用钱给陆承言起一座他永远无法翻越的高墙。傅律啊，你这是要掀桌子啊！他只要敢跟，那就是亏钱在补贴员工。我倒要看看，凭他的家底能撑多久。好，来，傅景行，有本事你就用钱砸死我，格局太小了。系统，我要进行人才招募，招募范围为海州红圈所。检测到宿主选择跨区域、跨级别招募，将消耗2点系统积分，开启专属人才库，是否确认？确认。请宿主输入筛选条件：专业领域金融诉讼、离婚律师。生成完毕，获取完整名单及详细资料，需消耗100点系统积分，是否兑换？兑换。金世成的左膀右臂，暴殄天物，等我打赢了你，你的团队、你的名声，我都要。来，今天召集大家是有一件重大事情要跟大家宣布。我们承言律所新增一项新的业务，除离婚诉讼部以外，其他所有律师都要增加一项新业务，叫高端恋爱咨询与背景调查。什么？当红娘？陆总，我们是律师，不是婚介所呀。知道大家是律师，所以这份业务的核心不是介绍，而是调查。大家看，我们的客户非富即贵，他们缺的并不是金钱，而是可靠的婚姻与安全的伴侣。这一点是我们最擅长的，用法律的手段将一个人的底气查个底朝天。这项业务我们叫做承言优选，收费标准与客户的年收入有关，并且我们承诺1年之内没能为他找到心仪的对象，全额退款。啊，全额退款，那岂不是白忙活1年？退款的部分由律所承担，你们只需要承担背景调查的费用。这笔费用作为你们的提成，揣进口袋，无论成败，律所不退。也就是说，这笔回报你们是低风险高收益的。可是陆总，这项新业务怎么把我们离婚部给排除了？因为你们有更重要的部分。你们想，当大批的年轻男女涌入律所的时候，你们的潜在客户将以几何倍数增加。那些刚刚离过婚又想找第2次的客户，他们会想起谁？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的婚离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陆承言这个小王八蛋，挖走了我3个合伙人，怎么没动静了？景行，晚饭你来安排，给大家点下好的。好的，爸。来了，终于来了。喂，你好。哦，快递啊。哦，你放钱袋就行，谢谢啊。董主任，是我快递到了。继续开会。这个文件你看一下，然后明天早上9点去帮我跟进一下蓝色海岸是什么进度。好的，陆律师。还有，如果腾达的人联系你，
无论是咨询还是什么，一律客气接待，然后把联系方式告诉我。哦，我明白了。去吧。陆成言，你到底在搞什么？怎么还能坐得住？哎，陆律师，您可算来了。魏总，开庭前我想在这里录个短视频。录视频？当做庭审记录，这样如果我们胜诉，也是对我们律所的宣传啊。没问题，陆律师，您随便录。大家好，我是你们成言律师所的陆律师。这个陆成言真是太没有下限，把法院当成他作秀的舞台。关于这种离婚案，建业，我们真的要闹到这一步吗？毕竟夫妻一场，不能坐下来好好谈谈吗？没什么好谈的，法庭上见吧。里面请陆律师。这个混蛋不仅在法院门口作秀，还嘲笑我。我们进去吧。审判长，我方对一审判决中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以及划分有严重异议。我认为魏建业先生跟曹丽萍女士的婚姻并不是简单的白手起家。曹丽萍女士，请问5年前您跟魏建业先生还没在一起的时候，是否给他一笔2万块？2万？他想干什么？是的，审判长，我想起来了，当时是他亲口说的寄给我，说是成功了10倍还，失败了连本带利。你胡说，我没有，我当初明明说的是入股，这是我的投资款。放屁，说了就是借。肃静。关于这2万块的究竟用途，是借款还是投资入股，我方有证据确认。如果能证明是个人借款，那公司的原始股份就属于魏建业婚前个人财产，后续的巨大增值分割时，魏建业将占绝对优势。这陆成言真是棘手啊！审判长，我方申请传证人入庭作证。准许。是他？怎么是他？汪女士是曹丽萍女士的大学同学，也是她当年关系最好的闺蜜。汪女士，请问当年曹丽萍女士借给魏建业先生的钱，究竟是借款还是投资入股？是借款，我记得很清楚，丽萍当时亲口跟我说的。钱啊是借给魏建业周转的，我这边还有当时的聊天记录呢。反对，审判长，闺蜜间的吹牛和玩笑根本不具备法律效力。更何况，当时我的当事人和魏建业先生正处于感情的暧昧期，很可能只是出于女孩子的矜持和炫耀。被告律师反对有效，聊天记录仅能作为参考。金律师，你的反对根本就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什么错误的前提？你所谓的感情暧昧期。王女士，请问当时曹丽萍女士借钱给魏建业先生的时候，他们在搞暧昧吗？没有。那她当时有喜欢的人吗？不，你不许说。有。他当时啊，疯狂暗恋我们学校的风云学长阮修涵，他们甚至还短暂的在一起过。后来阮修涵出国了，他们才分手的。至于魏建业嘛，他当时是说他人好人老实，可以处着，留着做备胎。备胎？原来我从头到尾都只是个备胎。你胡说，你们都在胡说，我当初喜欢的就是魏建业，我只是不好意思承认罢了。曹丽萍女士，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当时喜欢的是魏建业先生吗？而不是阮修涵先生。你的一言一行都将作为呈堂供证。我确定，我当初喜欢的就是魏建业。如果承认是借款，一切都完；而承认移情别恋只是道德问题。好，审判长，对方当事人在公堂上撒谎，
我方申请提出视频证据。视频内容为当年曹丽萍女士跟阮修涵先生在一起。那个叫魏建业的还在追你啊？哎呀，别提他了，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土里土气吧，烦死了。要不是看他有点小聪明，能挣点小钱，我才懒得搭理他。人家喜欢的一直是你呀，修涵。既然不喜欢，干嘛还借钱给他开场？哎，那2万块钱不是重点，我是想着之后能以股东的身份经常去厂里瞧瞧，然后这样不就有借口出去看看了？哼，你倒是聪明。不过2万块不是小数，还是找机会拿回来，放在我这里帮你保管，免得被那个穷小子给骗了。我过几天就想办法要回来。难怪我刚借的钱没几天，就以奶奶重病为由把钱全要回去了。不是的。完了，这份证据是绝杀。审判长，该视频可证明2点：其一，曹丽萍并不喜欢我方当事人；其二，她以欺诈的形式5天内要回了2万块。无论是借款还是投资入股，已经形成了事实性退股，因此涉案工厂自发展至今的所有股份都是我方当事人魏建业先生的个人财产。但现在还未正式进入主题。被告律师，被告，你们对于这份新的证据还有什么需要解释的？既然被告方没有异议，本院采纳原告律师的观点。原告律师，请问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有，我方在计算夫妻共同财产时发现，曹丽萍女士在婚内期间曾经大量且密切地向第三者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其主要目标是阮修涵先生。在婚姻存续期间，曹丽萍女士共计向阮修涵先生转账款项2800万元整。我反对，这些转账都有备注是借款。借款有借条吗？规定还款日期了吗？有利息吗？阮修涵先生还过一笔款吗？就算是朋友之间的借款，也有收不回来的意外。魏建业先生，难道你就没有借钱给朋友过吗？既然金律师这么说了，那我们看聊天记录。萍萍，我完了，我的快餐店欠了400万的债，供货商都堵到门口了。怎么会这样？你别急，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我先给你凑100万周转，用不着还我。秦律师，你既然把这种对婚内、对婚外情对象的赠与和朋友之间的借款混为一谈，审判长大人，我坚决反对对方律师这种荒谬的类比。原告律师反对有效。原来那100万是这么回事。2800万对于我方当事人魏建业先生的庞大资产来说，确实是冰山一角，但这只是开胃小菜。曹丽萍女士，你在婚约存续期5年以内，以魏家的名义，先后投资了10家前景光明的工厂，但这10家工厂无一例外，在经营了不到1年的时间里，被你以经营不善、亏空严重的借口低价转售，对吗？这是事实，但魏建业知晓。事实，但据我们发现，这些工厂的买家背后直指海外离岸公司，而且公司的实际掌控者不是别人，正是你哥。原来如此，我说你怎么经营一家垮一家，原来全是不听娘家。怎么可能？他是怎么查到的？更加有意思的是，这些工厂后面都冠冕堂皇地成为了魏先生公司旗下的合作供应商，以一面低价贱卖出售自己的家产，另一面拉动亲友吸自己老公的血。曹女士，你这盘棋下的可真大。曹丽萍，你居然这样对我！注意法庭秩序。我反对，这根本就是你的臆想。你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曹丽萍女士做假账，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她和那家开曼岛的公司有关。证据，我这里有曹丽萍女士投资工厂的财务报表，以及原厂财务人员出具的数据证书，都可以证明曹丽萍女士擅自更改报表事实。这份报表
是曹丽萍女士投资工厂基金的全部财务记录，并且通过书面证词可证，曹丽萍女士涉嫌篡改报表，并且营造公司亏空假象，其根本目的就是低价出售公司，将出售所得夫妻共同财产秘密转移至其家族名下。我反对，对方律师歪曲事实，做账面亏损是为了平均成本，出售工厂则是因为曹丽萍当时急需资金进行其他投资。这是相关资料。我方当事人卖掉工厂后，将全部款项投入了当年的房地产市场。当年的房地产市场平均涨幅超过了 20%。审判长，这足以证明他的操作是基于精准的商业判断，是为家庭创造财富的成功投资。针对对方律师的观点，我有视频证据。该则重要视频证据出自曹丽萍女士购买独栋别墅的对门住户，来源于其对门住户带有摄像监控的智能门锁。崩溃了呀！还有多少后手啊？亲爱的，我今天好开心啊！伪造，这是你们故意设计的！曹丽萍女士，如果你对监控摄像存在怀疑，大可去检查视频的真伪。审判长，曹女士对外宣称购买这栋别墅是为了投资，但其实购买此套房产真正的目的是其与阮修涵先生私会。更有意思的是，在其购买这套别墅不久之后，他跟我方当事人魏建业先生说自己怀上了龙凤胎。我反对！被告律师注意情绪。对方律师拿出轨这种私德问题，就是混淆视听。金律师反应这么大，难道是默许了曹丽萍女士婚内出轨的事实？真正私生活混乱并且偷偷转移财产的人，就是原告魏建业。据我们调查，魏建业在婚内同时与3名不同的年轻女性保持着不正当的暧昧关系。针对对方律师的指控，正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所谓的3名女孩，所谓的暧昧关系，正是因为曹丽萍女士的自导自演，终究就是嫁祸。我们得想个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宝贝儿，别急，男人嘛，不都那点爱好？找几个美女往他身上凑，拍点照片，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我反对，这根本就是断章取义。朋友之间开的玩笑，怎么能当成是策划阴谋的证据？反对有效。原告律师，请您出示更具说服力的直接证据。王女士，请问曹丽萍当时是否亲自指证你利用资产买通3名女孩，故意接近魏先生，营造其出轨假象？是的。那你有证据证明你所说的一切吗？有。我这边有他当时分批给我转账的银行记录，而且还有他当时教我如何去办这件事儿的录音。审判长，我方申请公布录音证据。允许。明珠，找几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去接近魏建业，先付50万定金，一定要拍到亲密照且待够1小时，事成再给100万，务必让他跳进黄河洗不清，我要让他身败名裂，一无所有。王明珠，你这个入我的阴造我的谣，你背叛我！背叛？曹女士，我想请问您栽赃嫁祸给魏先生的钱是你的个人资产吗？据我所知，你栽赃嫁祸魏先生的钱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这里面的钱有魏先生的一半。王女士收了魏先生的钱，做了魏先生想做的事情，怎么叫背叛？这应该叫弃暗投明，拨乱反正。这个局从一开始就布好了，前面所有的证据都只是铺垫。诛心呐，这简直是杀人诛心呐！审判长，曹丽萍女士违反忠诚义务，转进10亿款项，涉嫌捏造栽赃陷害罪，恶行昭彰。我方申请法庭判其净身出户，并且赔偿我方当事人魏先生1亿8000万直接经济损失。我反对。原告律师的陈述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夸大了被告的过错。反对无效。
陆律师，请留步。陆律师，方不方便借一步说话？这场官司是我输了，但我只求你一件事：今天庭审的事情能不能不要说出去，算我金世成欠你一个人情。金律师，你不是第一个输给我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至于宣传嘛，我的律所刚刚开张，正是缺人手的时候，正好需要金大律师您这个大招牌给我打打广告，好多挖些人才过来。陆成言，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呢。你跟我说做人留一线？3年前我被律师界封杀的时候，当时你在哪儿？那时候的金大律师所谓风光无限啊，看我就像一条摇尾乞怜的狗。你跟我说日后好相见？放心吧，金大律师，我跟你这样的人再也不会相见了。陆律师，恭喜您拿下了10亿离婚案。请问您战胜了腾达所的王牌律师金世成，现在是有什么感受呢？赢了，很简单，意料之中。金大律师是海州界律师所的大名人，也是红圈所的招牌，能跟他交手是我的荣幸。只不过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厉害。现在该考虑的是，这场官司会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心理阴影？我装的，我给满分。杀人还有诛心，陆律师你坏事做尽，我好爱！我靠，我之前还以为陆律师就是个很厉害的网红律师，闹了半天是真大神啊！陆成言简直欺人太甚，他一个刚来的野路子，凭什么动我的根基？腾达之前也被他挖走不少人，他这是要与海州的红圈为敌呀！我们不如以牙还牙，将成言律所的人挖过来。好办法，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找最好的猎头，把他的人给我挖过来，全部。好。老规矩，视频连线咨询法律问题。前排迎接陆神，陆律师，请问怎么才能把夫妻共同财产变成我的婚前个人财产呀？哎，这位朋友，你这想法很危险。我的意见是，你还是洗洗睡吧，梦里实现的快一点。谢谢大家。陆律师，我想请你帮我离婚，还要你帮我送我老公进去蹲9年。我听到了什么？离婚还要送老公坐牢？9年，这是什么深仇大恨呢？林律师，离婚是民事案件，坐牢可是刑事案件。您是律师，很难让对方直接承担刑事责任的。我不在乎钱，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老板，不信他干干净净。那钱我不在乎，我只要他进去。陆律师，只要你能让他进去，律师费我给你双倍。如果能判他10年以上，我给3倍；20年以上4倍。这是买休哦，不是买刑期呀。林律师，事情不是这么算的，不如这样，我们线下约个时间，具体聊一下具体细节。然后我的律师费是有统一标准的。我加钱。我的律师费已经很贵了。李慧然，你又在这儿发什么神经啊？我发神经？万既然，这个家的财产有我一半，现在是我不想跟你过了，我要离婚。就因为我在直播间刷点礼物，你就要跟我离婚，还把我送进去？哼，这事传出去，我的脸面往哪儿放啊？公司股价怎么办？万既然，你跟那个叫小糖豆的女主播一口一个宝贝的时候，你怎么没有想过你的脸？你把给他的打赏流水做进公司项目管理的时候，企图偷税漏税的时候，怎么没有想过公司的股价？万既然，我意已决。你别后悔。后悔的不会是我。
不行，绝对不能离婚。现在公司正处于上市的关键时期，一旦爆出丑闻，股价就完了。老冯，你赶紧过来一趟，我有件很要紧的事跟你说。文董，消消气儿，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太太找的律师叫陆成言，我不管他有什么通天的本事，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找一个敢跟他打擂台的。文总，这下事情真的麻烦了。陆成言他行事风格非常的极端，我建议啊，这件事情或许可以尝试和解。和解？我万机冉的字典里就没有和解2个字。我要他后悔跟我作对。如果找不到人，我们万海集团和你们律所的合作就到此为止。万总，抱歉，我们律所真的没有人敢接您的案子，您另请高明吧。我先行告退啊！您保重。冯老头子，你废物！进来，去给我查一个叫陆成言的律师，我要知道他的一切。是，万董。万董，查到了，陆成言28岁，被网友戏称为律政界阎王。说重点。真正让他声名鹊起的是那场上亿级别的离婚诉讼，对方是腾达律所的首席合伙人金世成。结果呢？金世成惨败，陆成言在法庭上几乎是按着金世成在打。自此之后，圈内人都叫他疯子。还有一件事，夫人开出的条件是将最终分得财产的30%作为律师费支付给陆成言。30%？他疯了吗？300亿的身价，那就是45亿的律师费。你们能不能把他挖过来？我给他60亿。恐怕不行啊。万董，陆成言有个规矩，他只接主动寻求离婚一方的案子。喂，慧然，我们不离婚好不好？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林律师，陆律师，我手上有一些他公司财务上的东西，我的要求很简单，送他进去待几年。那好，那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全国第一，不敢当，不敢当啊！Hello， 大家好。来了，围观全国第一离婚律师。陆律师，请您打官司是分期还是全款？恭喜陆神又胜一场。听说现在海州的律所都不敢跟您对上。谢谢大家关注。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没有全国第一。再一点，先给大家澄清一下，我的律师费确实比较贵，但我们成言律所还有很多优秀的律师，他们的价格比起我来说亲民得多。陆律师，你好，你好。你好。陆律师，我听了你刚才的话，我觉得你这格局还是不够大。你只帮人离婚，治标不治本。你应该把这业务往前延伸一下，帮我们这些单身粉丝把关，搞个什么相亲业务，钱不是问题。等，你想啊，陆律师，金宁老人家介绍的人，他敢出轨吗？他敢转移财产吗？他但凡
才有点坏心思，一想到自己的介绍人是全国第一离婚律师，他不得掂量掂量自己净身出户套餐吃不吃得起啊？您这是从源头上杜绝了我们的风险呀！姐妹，你是我的神，这思路绝了！我靠，商业奇才呀！陆律师快开新业务，我第一个报名。反向背书，用最强的矛打造最强的盾。大家先冷静冷静。首先，我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奇思妙想，但是40万人呐，我上哪儿去满足你？再说了，我们的主业是律师法律诉讼，不是相亲栏目。不，陆律师，你说的那种是给还是相信爱情的人准备的。我已经不信了，我现在只想找个合适的搭伙过日子。这不是钱的事情，我们的主业是律师诉讼，是打官司，打官司是要全心全意的。一旦开启相亲业务，那必定会影响官司，这对我的当事人很不尊重。更何况，我不想做你们婚姻的枷锁，毕竟爱情是靠共鸣，而不是靠我来给你们维系的。好，陆律师，我等你，你考虑多久，我等你多久。老公，你别看了，一个跳梁小丑而已，怎么比得上你呀？跳梁小丑，他现在都被叫陆神了。老公，你放心，我爸已经联合了其他几家律所，把海州整个律师的薪资提高了3成。他那个小律所拿什么跟我们比？更何况3个月后，他们连房租都交不上，那些跳槽过去的人还不得哭着回来求我们？是，老婆说的对。愚蠢的女人，她现在就是金字招牌，多少人挤破头都想进去镀金，会在乎这点薪水？名声才是这个行业最值钱的东西。都是因为你，我当初就不该听你的鬼话，去招惹陆成言那个疯子。现在好了，整个海州律师界都成了看我们笑话的舞台。爸，我冯主任，财务部刚刚通知，我们账上资金已经发不出这个月工资了。什么？怎么可能？那些客户的预付款呢？都退单了，全跑去成言律所了。冯修文，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当初是你牵的头，为了你这个宝贝女婿，拉着我们一起针对陆成言。现在呢，人的名声全毁了。给我点时间，我想想办法。陆成言，有事儿？你是不是很得意？看我像条狗一样被赶出来，看着我的律所分崩离析，你是不是很痛快？这都是你自己选的路。我自己选的路？你凭什么？大学4年，你凭什么处处都压在我头上？学生会长是你，奖学金是你，连我喜欢的女生心里头全是你。我没兴趣听你的陈年旧账。我偏要说，你以为你赢定了？我告诉你，这事没完。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我一定会找到机会，把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全都毁掉。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求我。你啊，你没这个机会了。傅先生，请问你是否利用岳父冯修文的职权，联合海州各大律所封杀陆成言先生呢？有同学实名举报，您在大学期间多次霸凌他人，是否属实？最关键的是，您对冯路飞小姐的救命之恩，是不是顶替了陆成言先生的功劳？你们这些记者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什么霸凌？什么暴力？这是污蔑！据本台记者深入调查，傅景行不仅冒领同学陆成言当年救下其妻冯路飞的功劳，以此为跳板进入豪门，更在婚后长期 PUA 妻子，并利用岳父职权恶意打压排挤陆成言，甚至在转移财产，试图侵吞其妻子财产的目的。不，
这不是真的。傅景行，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陷阱，这些都是你设的陷阱！路飞，路飞，你骗了我这么多年，原来我恨的人真正救了我，让我爱上了一个小偷，一个骗子。傅景行，你该死！陆承言，对不起。律所降为打击婚介所。这个陆承言是谁？他一个律师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做背调、搞分析，到头来比不过他一句话。如果他真把这个业务做成了，我们岂不是都得完蛋？他想砸我们的饭碗，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尤助理，现在马上联系海州市所有婚介所的老板，我联系其他城市，我要把全国的同行都给拉进来。我看了热搜了，这姓陆的也太不是东西了，跑来抢我们饭碗。陆总，您是龙头，您说句话，我们都听您的。各位，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联合起来，形成舆论对抗。我有个提议，让手底下那些有点粉丝基础的媒婆，用他们个人的名义去发视频，内容不要直接攻击，要旁敲侧击讲道理，就说我们做的都是良心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人机匹配，而不是靠律师名头来吓唬人。再找几个面相和善的老太太出镜，哭诉一下做媒婆的不容易，更能博取同情。这招妙啊，釜底抽薪。杜总高见呢，我这就去安排所有加班的媒婆3倍工资。今天必须把他这股歪风邪气给打下去。降维打击，律所变成婚介所，网络热点来得快去得也快，过2天就忘了。各位老铁、家人们，网上都在说啊，让那个陆律师介绍对象，这过日子呀，靠的是2个人的良心，是感情啊，不是靠哪个名头吓唬人的呀。哎，这个律师啊，就该干好律师的活呀。有意思，这是联合起来对我发动攻击了。红姨说的对，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一个律师不好好打官司，跑来当什么媒婆？就是，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相亲市场分一杯羹啊，抵制外行。痕迹太明显了，通篇都在内涵我，却连一个脏字都没有，有点棘手啊。兄弟们，干得漂亮！热搜已经到前3了，再加把火，把水军都给我用上！今天必须把他顶到第一，让那个姓陆的小子看看我们传统行业的力量。各位看官，今日咱们不聊股市，聊一桩比宫斗剧还精彩的豪门恩怨。近日坊间传闻，海州有一位神秘富婆与陆承言律师联手剑指豪门，经过长山我多方打探，终于有了眉目。这2段录音我经过专业软件对比，声纹高度吻合，接受采访的与陆律师连麦的是同一个人。南思家电李慧然，这不是万继冉那老小子家的公司吗？各位看官明白了吧？那位神秘富婆正是南思家电董事长夫人李慧然，现在她更是南思家电的 CFO。Hello， 大家好，我是酒神。根据可靠消息，南思家电董事长万继然在李慧然女士找上陆承言律师之后，
那家伙呀，急得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于是他开始联系海州各大红圈所，结果呢，一个个都给婉拒了，理由是档期排不开。那鬼才信呢！哈哈哈，说白了，那不就是怕了吗？怕了我们全国第一离婚大律师陆承言。那没办法了呀，万总只能认怂了，主动退让，并将南思家电的财务大权主动供让给了李慧然女士。所以说呀，别看人家陆大律师只是个打离婚官司的，这本事可比那些只会说门当户对的婚介所强太多了。陆律师牛啊！家人们，你们以为陆大律师只会打离婚官司吗？格局小了，人家现在已经开始打媒婆的饭碗了。看到没？南思家电董事长夫人已经出任公司 CFO 了，这意味着万董事长的钱袋子以后可要归老婆管喽。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就是陆承言律师。给你10分钟查清热搜，把那些无稽之谈全部给我消失掉。怎么了？谁又惹你不高兴了？既然你别误会，离婚协议的事情我绝对没有泄露。我相信陆律师的人品。我知道了。慧然，快交个底，快说说你是怎么把你们家老万给镇住的？是不是真去找了那个承言的陆承言啊？哪有什么证据？不过是未雨绸缪罢了。跟他签了合同，就等于高枕无忧了。如果你中途不想告了，就要支付一笔天价的违约金。违约金？我的违约金是2个亿。2个亿？就为了一个反悔的机会？这也太贵了吧？贵吗？就2个亿，买一个让他随时净身出户的保障，再买一个让他从此不敢越雷池的威慑，我倒觉得很值。慧然，快把陆律师的号码给我，我明天就联系他。喂，哪位？你好，请问是陆承言陆律师吗？我姓段，是李慧然的朋友，我想委托您帮我起诉离婚。段女士是吧？离婚案子我接。那个，我收费标准，李慧然跟你说过吧？提过了，委托合同还有违约金。律师费1个亿，终止合同的话，违约金2个亿。可以，把你的账户发过来，我现在就签合同，付违约金。等下，这么快啊？我去。李总，开门见山吧，为什么要把我的收费标准告诉别人，尤其是天价违约金？陆律师，你觉得他们花几千万上亿，真的只是为了找你打离婚官司吗？这份合同最大的作用呢，不是告，而是不告，这是威慑。而那份违约金对我们来说，是向他们证明我们维护婚姻的诚意。陆律师，为了不告你，我可是花了2个亿呢。最重要的是，你接了我的委托，就不会再接我对家的委托，对吧？与其担心有一天我的老公用你来对付我，不如先下手为强，把你变成自己人。陆律师，现在你明白为什么那份违约金对他们来说是保证金了吧？高，实在是高啊！
我怎么没想到？喂，喂，陆律师吗？我是张晴的朋友。律师费9000万，违约金1.8亿。好的，陆律师，账号给我。现在这钱也太好挣了吧？喂，可以通知搬家公司了，今天晚上之前把我所有东西搬到环球中心的新办公室去。喂，钱总。钱律师，听说你们腾达也开始做婚恋服务了，对吗？我想请你帮我介绍一个对象。钱总，你放心，我们腾达的平台汇聚了各行各业的精英，我马上为你筛选。麻了，手里一堆客户，全是过错方，这红娘业务怎么开展？愁死！金律，你也在愁这个？唉，我这边这几个男的，不是出轨就是家暴，我总不能介绍给别人家的无过错方客户吧？这不是坑人吗？这么一说，陆承言那边岂不是赢麻了？他那全是无过错方客户，客户池质量也太高了。要不我们跟陆承言商量商量，让他匀点客户给我们？你想什么呢？我们现在是在跟他打擂台。我喜欢逛街、看剧、旅游和品尝美食。林先生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吗？钱女士误会了，我只是在想，我们的爱好是不是没有什么交集？那林先生有什么高雅的爱好啊？谈不上高雅，我喜欢看书、做手工玩具，自己在家烘焙点心。什么？合同出了问题？好，我马上回公司。林总，钱总他怎么这么快就走了？金律师，林总，你有什么吩咐啊？我付给你们腾达的是红圈所的咨询费，不是婚介所的会员费。林总，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们的安排很不用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随便抓2个人凑数。我和钱女士从生活习惯到兴趣爱好，没有半点的共同点。你们在安排之前，难道连最基本的背景匹配都不做吗？感情的事本来就是玄学。一个喜欢满世界消费的人和一个喜欢在家独处的人，你觉得我们能聊到一起去？如果这就是你们腾达的服务水准，那我需要重新评估我们之间的合作了。林总，钱总你好。金世成，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钱总，林总他可能只是性格比较沉稳。沉稳？他这叫无聊乏味。我跟他坐在一起20分钟，比我开一整天的董事会还要累。钱律师，我严重怀疑你的专业能力。钱总，您误会了，这绝对是个意外。我花钱买的是精准服务，不是来体验你们的意外的。听说承言律所的陆承言口碑就比你们好得多。钱总，您息怒，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这是最后一次了，再有下次，你就等着我的解约函吧。陆承言，又是陆承言，我就不信我比不过你。极限运动爱好者，私人飞机全球飞，就是他。7点一刻。钱总这次跟对方聊了这么久，都超过1个小时了，这次肯定成啊。喂，钱总。孙律师，我和这位先生聊得很投机。是吗？
太好了！我们热爱旅游，也喜欢美食，但是什么？他所谓的旅游是去尼泊尔爬雪山，去热带亚马逊雨林玩穿越，而我是想去马尔代夫晒太阳。他所谓的美食是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去吃米其林，而我只喜欢牛油火锅。我们除了生活在地球上，没有任何共同点。秦律师，你知道吗？他又提起了陆承言。他说他有个朋友就是通过承言律所的陆承言找到了现在的太太，结婚3年，恩爱有加。他说陆承言做这个是真的很用心啊。用心？哼！你知道陆承言1年接多少诉讼案子？他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给你们做背景调查？他哪有时间去了解你们是喜欢爬山还是看海？他每次就是运气好，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完了，我居然冲客户发火了。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跟客户吵架，还把客户给吵服了，这算什么 ？PUA 是销售吗？唉，各位大佬，副业搞得怎么样了？哎呦，别提了，我快被逼疯了。客户吐槽相亲对象吃饭吧唧嘴，我1个小时收费8000的律师，现在还得管人吃饭吧唧嘴。你那算什么？我这客户嫌人家男的笑起来有3条鱼尾纹，我的姑奶奶，人家快40了，没鱼尾纹那是面瘫。哎呀，都怪陆承言，开这个破头，钱没赚到，头发掉了一大半。我到现在都想不通，陆承言是怎么忍下来的？他那些客户就不奇葩吗？你们不懂，陆承言这个人野心大的，他根本不是图这点介绍费，他是在织一张网，一张由这些顶级富豪、高净值人群组成的人脉网。今天他能帮你找到老婆，明天就能帮你处理最棘手的商业纠纷，这份人情比任何广告都管用。等他把这些人都笼络住了，以后有我们哭的时候。老哥，你这么一说，我怎么感觉后背发凉呢？以后陆承言要是想搞我们，是不是就跟玩一样？原来如此，至少我把一个难搞的客户拿到了稍微讲点道理的阵线上。陆律说了，以后下午茶要再做升级。哦，对了，咖啡啊也得喝现磨的。哦，还有你知道吗？这个咱们食堂啊，这个专门请了个米其林大厨做顾问。哎呀，我前2天啊赢了个大案子，陆律啊专门给我放了1周的假，我准备带你去欧洲散心，怎么样？好，拜拜。之前笑我傻的人呢，哼，钱多事少离家近，我都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的。现在这工作才是神仙工作。来了，吃瓜前排。陆律师，监视成喊话呢，你到底行不行啊？成功率100%，你当我们是傻子吗？大家别急，吃瓜有的是，慢慢来。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承言所新开的相亲业务，我们从来没有对外说过相亲率是100%，但是我们所承担的客户，他们最终都找到了自己心仪的对象，这一点千真万确。吹牛不打草稿，证据呢？你把客户拉出来给我们看看啊！这一点很不道德啊！我们的顾客都是有头有脸的正经人，他们不会因为我们这点小事抛头露脸。再说了，泄露顾客隐私很不符合职业道养。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还真挺好奇，我们做起来这么顺利实行，怎么到你这同行里就举步甚微，效果甚弱呢？我后面也想明白了，他们根本就不是想去奔着服务客户去的，一点努力都不做，想躺着把钱挣了。但我们承言律所不一样，我们每一个客户都是我亲自对接。所以我想问一些说成功率低的同行，
你们真的努力了吗？大家好，我是陆律师的客户。关于收费和成功率，我可以说两句。当初我找程岩，合同里写的清清楚楚，如果在约定时间内没有匹配到让我满意的对象，所有服务费全额退款。还能退款？这服务也太到位了吧！我现在有点相信陆律师了，毕竟没人会跟钱过不去啊。所以结论是不是律师做媒不行，是某些律师自己能力不行。金世成这是把自家律所的业绩底裤都给抖出来了吧？笑死！自己是学渣，就看不得学霸考满分。在我们的合同里，白纸黑字明确写了，如果甲方在合同效益期间不满足乙方对其的匹配业务，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3个工作日内，甲方将乙方的服务费全额退款，白纸黑字。合同的效力大家应该都懂吧？我直播间也有许多律师同行，合同的法律效益不用我给大家讲解了吧？杀人诛心，陆律师这是在点谁呢？金世成，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号得了。这波是公开处刑。大家好，我是蔡泽新。前段时间我委托陆承彦律师，希望他能给我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刚开始我是没抱多大希望的，只是没想到陆律师只给我推荐了一位女士，就成功了。我就是陆律师介绍给蔡先生的赵雅慧。更巧的是，我们其实很多年前就认识了，没想到因为陆律师，我们又重新遇见。我们已经确定了情侣关系，并且计划在明年结婚。陆律师的相亲业务非常靠谱，他并不是在做生意，而是在靠自己的真心和专业成就一段又一段的婚姻。说得对。人不行，别怪陆不平，笑死！人家陆律师手里的客户，不是身价上亿的总裁，就是神仙眷侣。你呢？你给客户介绍过什么？我来翻译一下这位金律师的中心思想：我做不好，所以你也一定是在骗人，格局小了。怎么会这样？哎呀，早知道就不跟着趟这趟浑水了。本来想蹭个热度，打击一下对手，结果倒好，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哎呀，谁能想到陆承言手里攥着这么多王炸呀？我们几个人都怪程全网笑柄了。舆论战输了，但战争还没结束。进来，启动 B 计划，给我去挖人，把婚介市场最好的媒婆都给挖过来。是。陆承言再厉害，也只是一个人。我们要做的是建立一个专门的婚介团队，把市面上最厉害的金牌媒婆都挖过来，成立我们腾达自己的精英婚介部，用人海战术，用资源优势，直接把它淹没。我同意冯主任的提议，釜底抽薪啊！只要把人挖过来，客户资源不就顺理成章到我们手里了吗？简总，你好啊。金律师，我打电话是想通知你一声，我们之前的委托到此结束。简总，为什么？我们后续没有后续了。我是一个商人，最看重的是效率和结果。很遗憾，这2点我在你这里都没有看到。我已经联系了程岩律所。简总，您先别着急，我们律所最近有大动作，准备从业内挖一批最顶尖的金牌媒婆过来。那你的意思是你们承认之前的服务都不专业了？甄律师，我只投资我看得到回报的项目，对于你们画的大饼，我不感兴趣。喂，你好。是金律师吗？关于我之前那个相亲的委托，我想停一下。我联系了程岩律所。线上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腾达联合业内数十家顶尖律所，正式向市场宣告，婚介的草莽时代结束了。好！我们用人海战术请来了全海州最顶尖的金牌媒婆，现在
有请我们的王牌红姨。什么高科技大数据，一切都是虚的。在我这双看了几十年人的独眼面前，什么妖怪蛇神都得现形。请问红姨，您对成颜律所的陆成颜怎么看？年轻人，运气好罢了。做媒靠的是人脉和眼力，不是几行代码。我们手里的客户资料啊，从这里能排到黄浦江，他拿什么跟我们斗啊？老板，他们太嚣张了，简直是公开向我们宣战呀！准备怎么样了？陆总，您提供的金牌媒婆黑料数据库已经完成交叉比对，随时可以投放。不着急，让他们再飞一会儿，鱼要等入网的时候再收。主任，你这招釜底抽薪真是高，陆晨言这次死定了。他一个人怎么跟我们一个行业的资源斗？等着给他收尸吧。王总，您放心，这次我给你找的红衣啊，绝对专业，保证给你找到满意的。少废话，人呢？明天就安排，我倒要看看你们的王牌到底有多大能耐。主任，看见没？客户都等不及了。哈哈哈哈哈！陆成言的末日到了。金世成，你给我介绍的什么东西？说好的千金小姐，结果呢？是个外围，还想敲诈我？那个媒婆居然把我的隐私卖给了八卦杂志，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破产！喂，骗子，骗子！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红姨对外宣称成功率90%，经数据核实，真实成功率不足5%，其中3%在半年内离婚。经查，其名下多家公司涉及合纵欺诈，曾被多名客户起诉。笑死！这就是所谓的人海战术，原来是骗子的人海啊！卢修文、金世成，我们接到举报，你们涉嫌大规模合同诈骗，请跟我们走一趟。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婚介，我只想说，婚介只是开始，而我真正要做的是为我的客户打造一个绝对信任及商品往来合一体、资本对接、资金融合的顶级生态人文圈。有人想用人海战术影响我，而我只定义未来。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婚介，我只想说，婚介只是开始。有人用人海战术企图搅浑市场，而我只定义未来。我以为是在打仗，棋盘都没上。